好的，今天我们来开箱一个米家的这个即热饮水机啊，它和普通的饮水机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是它只要按这个特定的按钮，选择特定的温度，它的出水就是特定的温度的水，对不对？对，介绍是这样的。那自来水可以吗？自来水不合适吧？你自来水要烧开了才能喝啊。那这里有一瓶水，我们等会儿会用作测试啊。这个是刚才我用杯子喝到一半的水直接灌进去，我们实在没有这个可用的饮用水哈，我们就拿这个做测试。然后这个的送过来的时候呢，一共有3个包裹啊，他把这个整体的东西分成了3个包裹送。不啊，这是一个商品啊，这是一个商品，这是单独一个商品啊，这是另外一个东西的赠品。这是另外一个东西赠品，跟这个没关系啊？跟这个没有关系。哦，对，这是那个门锁是吧？对。好了，我们预告了一下门锁。OK， 我们门锁也会开箱的啊。门锁怎么开箱？开了蚊子全进来。好，就是啊，这个里面是这样的啊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把它直接拿出来了。这里有个说明书，这里面有个这个不知道啊，是这底下的那个托盘是吧？哦，比较像。然后这个拿走。拿走。我们这样开吧，这样可能可以看得清楚一点。应该直接拿出来吧？对，拿是肯定会拿出来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块泡沫塑料。先放一放。在没地方放。里面还有东西吗？没有东西吗？没有东西是吧？如果真的有的话，等会儿再来找一下有什么东西。那看上去还是一体式的嘛？怎么理解一体式3个字？就是它是一个整体，不需要你另外组装那种。啊，那是。我们之前还有看过另一款比较小的，它便携式的，可以旅行携带的，便于携带的。对，是。但担心它站不稳啊。但这款也有它的问题啊，对于我们来说啊，等会儿大家会明白我们考量的点在哪里。慢拿着。你这个横着出来的哇！我这个非常的暴力拆解，对。何止是横的，还是倒着的。这样的是吧？不是另外一头竖起来。这样的？是的。那这个是干嘛用的？这个给你提的。这个可以提起来。哎，你这个可怕的操作！你看这，这是提水箱，我猜。对，提水箱，人家原本是有封条在上面，被你直接拎没了，你看到吗？你看这封条这么不牢固。人家只是稍微固定一下，又没真要封，真封了你就拉不起来了。真封了谁都救不了。好，那这个水箱刚才也拆过了，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对吧？那我们这里其实是不需要水箱，所以还是要拆。是。到时候打算这个20升的那个大桶，对吧？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机器。这个机器，咱们这样看，这是一个正常的视角，对吧？这样。它写着什么？使用前请先取下防尘帽。你看的是这个，我看这个。防尘帽。上面那个应该是，你就这样拔掉了？是这样操作的？应该是的吧？这个线暂时先不动哈。我也不知道它，然后这套进去是吧？看上去是的。这种插入的感觉非常舒适，就很顺畅。这样的啊？然后卡就拿不出来了，就再也拿不出来了，很柔和。怎么拿出来？可以。有这个手感不错。可以。咱们等会儿查点那个说明书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边上啊。侧面是这样。它是写着是水位是3升。这是多少来着？14公分。14公分是吧？上面显示15公分。15公分。然后这里一段也是15公分，差不多。15公分超过一点。那就一共加起来是30多一点公分。对，高是多少来着？高显示是28。你看这样的一个大小，其实还比较瘦的。挺瘦的。然后这里一共有4个按钮啊，我们不读说明书就能读懂系列。这个应该是铜锁，对吧？对。然后这个应该是那个温度调节。这个杯量吗？是出水吧？这个是出水量大概。对，那这个又是什么呢？这个不知道你还说不看说明书就能知道系列？等会儿按就知道了。好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接吧。那我们要把上面的条条都先拿掉，是不是？我刚才没拿也直接拆。这上面不是还有这种条条？这种条条是干嘛？这个应该是上面那层薄膜吧，我觉得。先不撕。先不撕。万一这思路失败了，还能再开一次箱。可怕。
那我们先把电插上去吗？它上面是有个漏网。那这个怎么接啊？这个就需要我们开另外一个东西。这个是我们另外买的一个配件，就是方便它可以这个。等会儿我要拿我那把经典的剪刀，大家可以猜一下它是做什么用的。可怕。这根管子有多长啊？应该足够我们的那个长度吧？写着1.1米。1.1米啊，那也不算太长。我们的桌子有多长啊？多高是吧？75好像。75啊，那应该普通的都应该够了。够。这根管子就是如果不用水箱的话，可以用这根管子去直接接饮用水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？瓶盖那里。哎，它这个撕的感觉像在撕 MacBook Pro。你这说的。它好像都是那种材质，就好像可降解那种材质。这管子让我想到了我们吸鱼便便的那个管子。你说的很可怕。好，然后这个是直接插进去就行了。对，是的。哎，那它这个不是很松吗？对啊，这么松的啊？它能拧吗？它不能拧。但是它是有阻力的。阻力是有没错，我是担心它等会漏水。我们待会儿试一下就知道。我们把管子清澈一下。这个机器稍微移过去。这一头要夹在那个瓶子里面。瓶子，哎，咱们这个瓶口不是标准的瓶口，但是确实是20升的瓶口，差不多大小。20升好像比它还大。应该比它还大。那它是一个通用型的。对，它通用型的，也没有你告诉我怎么通用？但只要比它大就可以了。这根管子是要塞进去。对，它写的什么？说使用软管、水桶或水瓶需低于饮水机的出水口。那还是要低一点的。所以这个水桶是要放到底下去是吧？对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垫高。临时操作一下。对。好的。我们垫高的这个道具价值2400块啊。可怕。好 ，OK。那这样比它高了，对不对？肯定比它高了。好。然后简直是掩耳盗铃这个。然后把水伸到水管伸到最底下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到底下了啊。然后这个很粗糙啊，这个只能这样了，暂时这么操作。因为我们的瓶子小，所以只能这样。如果瓶子大的话，应该还可以。好，开机。听到声音了。上面有这个温度了。上面是有屏幕的。上面显示26度。那么这不是我们室温吗？它写的常温26度。所以我们室温是多少，它就是多少，是吧？对，它边上有一个250 ml 毫升，250毫升，所以一次性倒250毫升。那我大概认为这个按钮是调节一次出多少水的，我们可以按。应该是。别。来，号称不会掉下来吧？你杯子放上去它会亮灯，有亮灯吗？我稍微往前，不然等会这个玩意掉下来。好，你先放在这儿，然后这个铜锁我们先不去试。这个温度我估计是可以调的。45度。45度。我这样按是不是好一点？75度。95度。26度是室温。就是常温水。45度的水，我们通常也会自己热到45度。对，是它写的泡奶啊。然后75度的话就是要泡茶了。泡茶75。95度就是我就想要滚烫的水，开水。但是就差那么5度，我就是不想要完全开水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调到这个45度，因为26度常温你也不用测了，对吧？对。然后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现在猜测是出水量，那么这里有250，对吧？看到500、750。750一共有3档还可以。普通的杯子250就差不多了，像我们这杯子应该是450，好像是。我记得没错的话是300毫升。那我们只能到250。对，我们只能到250毫升。然后这个应该就是直接出水了。这个出水有道理，对吧？那我怀疑45度不知道是不是需要铜锁，我们自己试一下。26度肯定是不需要的。但它还有个加号，有个减号这个应该是1度加的。1度加。所以它也可以1度加。对，这个是可以。对，这个是可以。便携的那个不行。不可以。对，最后是出水，来我们试历史性的一刻。吸上来了。这里有泡泡。看到了。它出水了。
哇，这个跟我们那边堵塞的那个水龙头差不多。宇哲说的。它会到250毫升自动停吗？应该会吧。我们这个杯子说是350毫升，那差不多应该是到这个位置。可能都没有那么多水吧。哦，空掉了。空了。哦，空掉了，它还会滴滴滴。对，但是如果我再下去一点，它还会继续吗？不会，应该不会。OK。那好像也还可以。行，那么理论上来认为它确实可以250，就是250的。它这边还有提醒有一个水位的过低。对，就没水了。哎，这个挺好，它不会空抽。对，这还不错。而且它确实是虹吸的原理。这个设计就是我们想要的。对，是的。那你试试看这个水温，看是不是45度左右啊？那我就要上镜了，让我们来喝一下这个。一杯水，一杯水，是那个温度，比我刚才倒进去的时候热多了。可以，而且也不烫口。可以，45度合适的。那要试一下75度然后喝吗？不了。我们主要是为了取代这个。对，这里的这个直饮水不是直饮水，这个自来水管出来的水里面水垢非常严重啊。虽然还是在市区，但是水垢就是很严重。那我们为了根本性的解决这个问题，提高饮水的品质。我们现在这个效果的确试出来跟想象的差不多，我觉得非常 OK， 也同样印证了一点，需要看说明书吗？不需要，一公司干有看啥呀？所以它为什么要亮灯啊？我不懂。号称是说晚上如果你想要接水的话，半夜比如说起夜的时候想要喝点水，你都起夜了，你还要再补充水，然后继续起夜吧？它上面的已经按掉了耶，按掉了，就是锁了。它默认就是锁着的，可能。这个放上去以后，它的确会自动亮灯的啊。它只是亮灯，亮屏幕就是。对，是我记错了，它不是亮一个灯出来，它是亮屏幕出来。对，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惊悚的事情，就是刚才老婆在看好说明书以后发现，说第一次水不能喝啊，第一次是250的水放进了以后，这个水是倒掉的，是用来清洗它的管道的。对。我刚才忘了有没有喝过一口。记得是抿了一口，因为我说看看它的那个温度是不是我们设置的温度。那我们下一次应该就是开箱这个门锁啊，然后届时会有很多文字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开箱的仪式。我是老田，我是猫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